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18期。今天呢，我们继续少数派报告，聊英国的种族主义。上期呢，我们聊到了英国种族主义的黑暗历史。其实我本身呢，是无异于要去刻意的丑化这个敏感的话题，而是因为我真心觉得呢，当我们踏足到这里，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到的客观现实。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呢，了解到英国的多元文化融合的过程当中不那么光明的一面，对我们而言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关乎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自我保护意识，关系到我们如何学习着去了解其他的少数族裔，彼此尊重，彼此了解，真正做到文化包容。所以今天这期呢，我们就关注3个实用话题。第一，如何去界定种族歧视；2，今时今日呢，英国种族主义的高发地区还有它的案件类型；3，在哪些场合呢，我们容易遭遇到种族主义的事件，我们要如何的去保护好我们自己。如今在伦敦呢，你可以遇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东边的 Brick Lane 呢，其实它已经是孟加拉人的天下。如果你去到南边的 Peckham 呢，你会发现白人已经成了那里的少数。而像我的经历呢，我家的附近啊，我左边的邻居呢是一个法国的家庭，右边邻居呢女主人应该是个意大利人。我们家院子后面呢紧挨着2户人家，一户呢是西班牙家庭，另外一户呢是英国本地人。所以我自己呢常常的感觉到伦敦真的是一个文化包容性非常强的地方。但如果抛开个人视角下的伦敦生活，看整个英国的话呢，2018年英国警方记录了103379起仇恨事件，这里呢是指仇恨事件哈，它并不一定构成了这个犯罪行为，其中有76%呢都跟种族有关。夸张吗？而在这个数据之下呢，少数族裔和土生土长的英国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的英国人，对于种族主义的定义呢，也是千差万别。那英国人自己怎么看呢？ YouGov 跟卫报联合做了一项公众调查，他们向公众呢展示了16种态度跟行为，然后问他们这是不是种族主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方说，直接当面对某一个人说种族歧视的话，不用怀疑，他被板上钉钉的排在了首位。89%的英国人都觉得呢，这是种族主义。基于种族呢，对一个人的技能跟行为做出假设，比方说华人他就一定数学好，这是不是种族主义呢？ Come on, do math. 78%人觉得这就是种族主义。但有一些呢，分歧就比较大了。比方说，通过人家的名字去猜他属于什么种族，这是吗？46%人觉得呢，这是种族主义，因为有些人的确会担心，在生活当中，有些人会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对那些与少数族裔相关的名字存在偏见，会担心 HR 呢可能会通过这些名字直接盲猜，把他们的简历给筛除掉。如果是模仿呢与其他种族相关的英语口音，比方说印式英语，这是种族主义吗？ I come from a country where the words for sewage and beverage are the same. 41%人觉得这是，48%觉得不是。那还有许多喜剧演员呢，他的创作素材是源于自己的日常经历，有些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种族成见，虽然是以比较幽默的方式讲述，那这种笑话它属于种族主义吗？ The only dark I like is when I turn off the lights. The only hood I love is pointy and white. Can't trust you if I can't see your face at night. I think we all know who we're talking about. Wait, hey! 这个问题的关键呢，取决于你是谁。如果你是讲你自己种族的刻板印象，你做自我嘲讽，那大多数人觉得呢这不是。但如果呢你是讲其他的种族，那62%人都觉得你这就是种族主义。 Racist against who? Black people. Black people? But I'm black. 还有，如果一个人他喜欢住在跟自己的种族相同的这个社区，这是种族主义吗？41%人觉得呢这是，44%人觉得呢这不是。16个行为当中呢，只有一种行为被大多数英国人认为它不属于种族主义，那就是觉得某些种族的性吸引力低。足足有3/4的人都认可这个想法，只有10%的人还坚持认为它是种族主义。调查还发现呢，对于种族主义的理解啊，英国的代沟也非常的严重。比方说，反感那些明明住在英国，但是在公共场合不讲英语的人。Shut up. You're rude. Speak English in Canada. 在18到24岁这个年龄段当中啊，超过2/3的年轻人觉得这种反感它是种族主义，但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呢，只有一半觉得它是。看到这个调查啊，你会发现种族主义很多时候它都是基于个人经验体验上的个人感受。如果从书面解释上看呢，种族主义它主张啊，不同人种的生理特征直接决定了它的人性、智商、道德等等，宣扬各个种族生来就有优劣之分。如果你以轻蔑、讨厌、辱骂、隔离等等这些方式呢去对待某些种族，那就是种族歧视。涉及到言语跟身体上的欺负啊、威胁行为，甚至会带来财产上的损失等等这些行为呢，如果被认定呢是出于种族敌意或者是偏见而实施，
事的呢，那就是属于种族主义仇恨事件，也就叫做 hate incident。举例子，侮辱性的笑话、骚扰、恐吓，不管是网络还是现实生活中展示或者是散布一些歧视性的海报文字，对你进行这些恶作剧的短信啊、电话、邮件，这些都算。当仇恨事件呢恶化成为了攻击、性侵、谋杀、盗窃这些刑事犯罪行为的时候呢，它就被称为仇恨犯罪，也就是 hate crime。根据2003年的刑事司法法律呢，法官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加重罪罚的。2019年呢，英国有一个叫做 Understanding Society 的学术研究组织，他们在英国内政部报告的基础上呢，发出了一个疑问：具体是谁在哪些场合遭遇到了种族骚扰与歧视呢？做了一项针对英国全国范围内的居民调查。结合警方公布的数据呢，这个调查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事实。一、高发地区，根据威尔士跟英格兰的警方记录呢，种族主义的事件当中呢，伦敦是最多的。2018到19年度呢，就有1.6万起。其实这跟伦敦的人口还有少数族裔人口比较密集是有关系的。英格兰的西北地区呢第二多，而东北跟威尔士呢是记录最少的。骚扰的风险呢，也跟某一些地区它的这个类型成正相关。比方说像白人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还有英国的一些极右的民粹党派，比方说像英国的独立党 UKIP， 还有英国的国家党 BNP， 他们的票仓选区，以及那些贫困但种族比较单一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呀，遭受种族骚扰的风险都比较高。如果一个少数族裔呢，他住在一个以自己种族为主的地区，或者说一个文化相对来说比较多元的，那这个风险就会低一些。第三呢，就是种族，大多数的少数族裔啊，他遭遇到种族骚扰的概率是4%到10%之间，这个当中华人的男性跟女性呢是非常高的，高达15%。第四呢，就是它存在一个季节高峰，夏季的6月到8月呢是英国种族主义仇恨事件的高发期，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季节呢，人们更有可能待在户外。第五呢，就是在哪里遭遇最有可能会遇到这种不愉快甚至是可怕的种族骚扰的经历的地方呢，是在街道、商店还有公共交通上。那问题就来了，因为如果我们要在英国生活的话，我们很难避免不去这些地方，而只缩在自己的安全的壳里面。如果我们遇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不同的场景下呢，有不同的方法。如果在生活当中呢，你遇到了种族主义的仇恨的事件或者是犯罪，你当然是可以选择报警，哪怕你不是当事人，是你的亲朋好友、邻居，或者你只是一个打抱不平的路人，你都可以帮助他。那如果对方呢，他已经骚扰到了你家，比方说往你家的花园里面扔垃圾，破坏你的房屋或者是其他的财产呢，除了找这个警察之外啊，你还可以找你所住的这个 council， 通过民事法院呢去申请赔偿。那如果是在工作当中呢，你因为种族的原因受到了敌对或者是骚扰，你可以通过2010年的平等法案去申请歧视申诉。法案的具体链接呢，我会放在下面。那如果是你或者是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遭遇到了霸凌，你充分了解之后呢，判断这是出于种族的原因，但是学校的回应又不够积极的话呢，你也可以找警察或者是社会服务的部门。同时呢，你还可以对学校提出这个歧视申诉，因为他们作为这个公共部门没有履行他要维护平等的这个职责。今年的 Black Lives Matter 呢，又一次掀起了英国种族平等运动的高潮。种族歧视这个话题敏感吗？敏感，它不可说又不好说。有时候呢，它触目惊心；有时候呢，又是暗自的波涛汹涌；有时候呢，会让你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恨不得愤而先捉，但有时候你又得憋着忍着，暗自揣摩。卫报的一个报道，一句标题呢，我特别喜欢，翻成中文大意就是呢，否认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始终都是要心怀善意的。坦白讲，我自己在这边的生活当中也是遇到的友善可爱的人更多，但是我们还是要正视种族主义它存在的这个客观现实。所以遇到事情呢，别害怕，别沉默，我们要心怀菩萨心肠，但是要使得霹雳手段。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呢，记得点赞跟分享。如果你喜欢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话题，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我们下期见，拜拜。